我刚刚有提到玻璃的水垢嘛，然后跟那个什么吸力控嘛，我跟你讲一个我的方式我有一间现在正在这样子处理，然后我相信处理起来会是不错的样子。虽然你听起来说啊妈，投资客要不然省成本，要不然搞什么，可是我认为是这样就是你知道那个卫浴的五金其实很贵，你那个玻璃门啊，特殊尺寸或什么的，那也不是玻璃那摔下去不会整个就脆狗狗，它会都粘在一起，这样就麻烦然后还有吸力控然后还要处理漏水什么问题没的，然后水垢。我们换一种方式来处理，就是你浴室做好，不管你是有止水墩的还是你是降板的浴室都可以你就做。然后怎么样然后就是说，我们不要放那个玻璃门了我们直接放浴帘，真的是浴帘，就是一根杆子浴帘。说这个就省成本，你在那边搞嘛可是我现在看一看，我有看到浴帘的优点首先第一个，它水垢不明显，对不对？就浴帘还有什么水垢？有你也看不见就这样。第一，水垢不明显基本上浴帘没什么人打扫，特别去清洗不会水冲一冲大概就是这样了。然后浴帘它有一个优势，就是它花样很多，很好看，而且很便宜，你换掉不心疼。和式、干湿分离、开放式厨房、壁纸这4种装潢值得做吗？可做可不做的真实理由在这边。先做结论装潢这种事情真的是你高兴就好，你喜欢就好你喜欢你就去做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上一支影片聊了买房不到1年你就想换那还没看过的话可以看一下。今天我来跟你分享这4种装潢可做可不做这个是延续这3种装潢做之前要考虑清楚，就之前那支影片的内容。那我们把网友后悔的装潢讲一讲有一个我觉得相当奇怪，就是这个10大后悔不知道准还是不准来，这张表前6名我们之前影片都有分享前6名是中岛、浴缸、系统柜、天花板、木地板、电视墙那我们把后面的4名一次讲完，来，分别是开放式厨房、和式、干湿分离跟壁纸老实说，我认为后面这几名是真的还好，就是它有问题，它破坏力也不是很强那你能接受的话，那你就大胆用，没关系你自己加呢，当然是以舒服为主什么叫做那个网友怎样，然后你就要配合就这样，你自己爽就好了。好，来第一个开放式厨房开放式厨房的问题，我跟你讲，现在很难改尤其是新房子，原则上你没办法，这不是什么后悔装潢，那是你没办法，你只能这样用，你知道。因为现在新房子格局就这样那开放式厨房的问题跟中岛一样，就是油烟。如果你要大火快炒，开放式厨房并不合适现在很多的新建案都怎样，都是直接也不给你瓦斯炉具了就是 IH 炉电磁炉这样给你嘛，吃电的，对不对？你想要去牵瓦斯，你还没办法牵呢。你整栋社区瓦斯管线根本就没有牵当初就没有拉进来所以你也没办法用反正就这样开放式厨房还好，因为你就是电磁炉，然后再说厨艺也还好吧，你厨艺超级厉害嘛就让我们平常没事煮煮泡面、煮煮火锅而已大概就是这样然后那个开放式厨房你在网络上看图片就会觉得很美很美但是实际上那个美是欧美欧美生活的美，不会是我们东方，尤其是台湾在那边大火快炒的美。就欧美他们哪有要弄什么，他们就是烤箱对不对？然后水煮煮什么煮意大利面，煮什么，然后就果酱面包大概就是吃这样的东西。所以他们用开放式厨房，它本身就没有什么油烟问题。你要来个中式大火快炒，你用欧美的厨房，我看应该是不好处理那还是有一个东西可以拯救，就是抽油烟机抽油烟机很强的话，应该是没有什么差。像我之前看那个小米，对，就是那个运动手环那个小米也有出抽油烟机在中国了，然后很猛猛到炸裂猛到什么？就是说他抽油烟机开，因为他厨房封闭式，门窗关起来，然后想说没什么，就抽油烟机慢慢抽抽油烟机一开，整个空间被那个抽油烟机抽成负压他门打不开有这种事就很猛如果你有那么猛的抽油烟机的话，那个开放式厨房应该是我认为问题就不大了。然后再加上我们对我们自己的厨艺了然于心，我的厨艺约略等于叫没有厨艺。我最厉害的就2道菜，第一个番茄炒蛋，第二个蛋炒番茄就这样。这个有番茄炒蛋的味道，我个人也觉得还好，没什么问题。
然后第二个合适我认为合适的实用性是低的而且我去看中古屋，常常看到合适中古的3房2厅大概就会有一个就是合适然后那个合适的使用率不用猜了，都没有使用率就是这个是以前很流行的东西，那个合适真的是就会还有拉门那拉起来，然后你上去大概还要上1-2个台阶的这种，然后很喜欢怎样底下做储物，真的就你合适的地板那种东西可以掀起来里面去做储物，使用率极低啦那我们现在看到中古屋还是很多保留20几年嘛，它以前流行就是这样。我不知道以前那个合适对上一代的人来讲是有什么莫名的吸引力，就很多呢，真的是很多我们拿到怎么样拆掉？那个合适很麻烦，就是他当时在做都是木工都木做把它做出来的，没有什么合适系统贵这种东西整间合适2万尺寸给他生一间合适给你，没有啦那都是木工现场要去量去采去做的。那都很贵的东西，可是现在因为时代的关系都没法多。我还看到一个变化球应用，就是那个合适，然后它中间还挖了一个方形的洞，然后里面有升降桌，可以升起来，所以你人可以进去把脚放下去，然后在那边看着窗，在那边喝茶或者什么。我未看先猜那个白好看的，就是它未来的使用率一定很低，你不如就不要合适，你就把它打成干干净净的一间房间你要摆书桌，你要摆什么要用再用也不会有那个木头踩起来嘎吱嘎吱的声音。所以合适真的已经不受现在年轻人的喜欢了，就这样。还有合适往往都会变成杂物间，合适都会价高结果价高的情况是什么？你扫地机器人进不去现在还没有一个会自己爬楼梯的扫地机器人你进不去，你合适就没了就你要自己打扫就会变成这样，费时也费力。然后合适以功能来说真的是不怎么样，我真的是认为不怎么样以前说合适我有听过一个说法是就这样子铺棉被或什么的就可以睡觉就睡在合适，这个还好吧。现在不会再什么邀请一大堆人来家里住或是干嘛了，现在就是有亲朋好友来访房子都小的情况之下，就是帮他们买外面的旅馆饭店不就这样，这样等一下住起来也比较舒服，然后你的善后也比较好处理，你知道，就是说那个人家住完你要善后那用过的枕头棉被或是干嘛那本来就是很占储藏空间，然后棉被被套又难洗或是什么的，搞这一出我想到我就觉得累。然后再来是人家住外面会比住你家还要舒服，真的他就喜欢棒晒不冲嘛那他就去住外面，他就不冲嘛他在你家他不敢这样住的小心翼翼怎么他就喜欢那个睡前要不要滑手机短视频，然后开得很大声嘛，看那些网剧一路给他看到1-2点在你家不敢，小心翼翼。如果有客人来访家里的话，要留人家过也不用啦，买外面旅馆就好了啦。你这样子有客人来拜访然后你就帮他买外面旅馆，即使遇到周末假日也没关系，你1年下来你花的钱应该不到3万块，所以就不需要去搞一个合适，就为了要迎接什么，然后人家都来你家拜访，你让人家睡地上，怎么讲怎么怪，你知道？所以合适这个我也不喜欢我也不喜欢，而且我的排名的话，合适会排得非常的前面，就是我绝对不会去做这个合适。然后再来是干湿分离，莫名其妙，这就是我说有问题的地方干湿分离怎么会上榜？我们现在在讲的是网友热议10大居家后悔装潢怎么会出现干湿分离？干湿分离你还会后悔所以你是要怎样？你要全湿你才高兴是不是？不知道怪怪的。我看它的来源是社群实验室Social Lab， 这个干湿分离我也没查到说它的那个449则的投票大概在讲干湿分离的什么事情。我猜啦就这不是必备的东西吗？不管是健康就不会潮湿发霉还是使用的方便度，这不是干湿分离是怎么会上榜？还10大后悔，这很奇怪。我自己想的就是因为玻璃门，然后会有水垢就不好清，然后那什么洗力控会发霉会变黄久了以后就很脏很难看很丑这样这个不就你自己拿出的美工包把旧的洗力控都割掉，然后自己再贴完胶带再打一次就好了，打了丑你就认了嘛，你自己打的就这样还好不难，学一下就会了如果你去租屋处还是什么的，那你就去买嘛，现在不是有吗？专门用在洗力控上的一种清洁剂你喷了以后去做你的事情，大概30分钟1个小时回来，它会去咬掉洗力控里面的那个霉菌我看它商品页面我他妈效果当然好是很好了，人家卖东西他已经给 before after 减肥前减肥后很好嘛这个东西我自己还没试过，改天我来试一下我再拍拍看。可是要去找到一个严重发霉的洗力控我也不知道，我也要找一下。
总之就是这样哦。就干湿分离怎么会上榜，真的是不太清楚。然后最后一点是壁纸哦，壁纸啪抓哦，壁纸啊，壁纸是怎么样？它施工相对便宜哦，甚至可以自己独立施工，你就自己贴嘛哦。那施工独立施工就不一定要找师傅，但它的缺点是它毕竟就是一个壁纸的纸材的这种东西，然后台湾又是潮湿，所以你壁纸贴上去的时候，应该前1-2年漂漂亮亮，除非你在基隆哦，除非你在林口哦，应该贴上去漂漂亮，不错，很好看，很有感觉什么的。接下来就要开始一点一点黄色的哦，然后跟那个变色，然后开始会卷曲，它接缝处它慢慢挑开来呢，就不好看了，这是真的哦。我们都看中古屋了嘛，很多中古屋的壁纸通常会用在那个床那也不是柜，反正就是主卧室的床的后面的这面墙就会贴壁纸，然后壁纸都脏哦，就卷曲然后我就把它撕下来，我没有整个撕掉，我就看一下说这个壁纸到底是怎样，然后撕下来那也不好处理哦。确实是不好处理哦。你要处理，你原则上你整面墙要处理咯那就是这个样子。壁纸不喜欢呢壁纸这个东西，我未看先猜，这个在一些湿度没有那么高的大陆国家一定是很厉害的东西，很厉害的道具。我们看美剧也常常看到嘛，他们好像都很喜欢贴壁纸嘛然后贴起来也是有那个氛围感。可是我们在台湾我们就不适合，你知道，你要把它撕掉又残胶什么有没的，几乎就是整面墙要做了。蛮麻烦的。现在有一种改良的东西叫水贴壁纸，你可以查一下，就是他跟你说你沾水就可以贴，用喷雾罐这样把它喷一喷以后，它就会溶解那个胶水这样在撕壁纸的时候不会有残胶，有这种东西但这也是听说，因为它那个胶水怎样，它既然是遇水即溶的东西，所以遇到潮湿也是说会有自己掉下来的状况。你想要使用的话，不然你去用，你去买，你去用，你再告诉我效果怎么样。还有那个厨房厨房现在有那个静电贴纸，讲到贴纸顺便讲讲，静电贴纸就是它也没有胶，它就是卖给你一卷，很像大卷保鲜膜这种东西然后有花纹，也有那种砖墙纹路也有一些什么可爱卡通图片，把它一卷，然后你就这样把它摊开来，摊开来然后裁掉，然后它有一个膜，你把它撕开很难找那个膜很难找，把它撕开软软的它就有静电，静电以后你就去直接去粘在你的那个厨房的那一面这个东西是干嘛？因为油烟跟油污啦，你就喷的乱七八糟，很难洗嘛。到时候是怎么样？到时候也就是直接撕掉、丢掉然后重新再贴一张，然后去保护那个你的墙面。有这种东西静电贴纸很难用，太黏了，就变成说你那个东弄西弄不过看起来效果是不错啦我喜欢用透明的就透明的静电贴这样，反正这个就是有油污就把它撕掉，就这样。最后你要知道，装潢毕竟是很个人的需求，你的装潢是为了你服务的不是为了这个什么网友10大热议后悔的装潢，你不是为了那些网友服务的，所以装潢归根结底你是自住的房子，我跟你讲，你爽就好，真的你爽就好。我也不建议你说你一看到榜上有这10大，好，那我通通都不做，通通不做，你会踩到一个坑，干湿分离你不做，你要干嘛？就这样。你自住这种东西喜欢就好，装潢就喜欢就好。例如说我们刚才说的开放式厨房，其他真的也没什么问题只要你的厨艺没那么好，开放式厨房哪有什么问题？那现在很多预售也就是直接就给你做开放，它根本没有那个空间可以让你再把它隔起来，没办法了那就一定要出现，你也一定会接受开放式厨房现在的趋势嘛，小宅的趋势嘛。就是这样不然建商干嘛没事找事他们就是发现现在很多家庭就这样不开火不然就简单煮个水饺煮个泡面之类的，因为大家都比较社畜。现在谁有办法回家以后3菜1汤？你为了要有办法煮菜，你还要去买菜呢，你哪有那个时间？没有不是就是说看谁提早到家就问说晚上要吃什么，今天吃哪一家便当买一买，就这样烫青菜包一包然后回来一起吃。所以你大概只会用到厨房琉璃台，就这样。你要用到炉具在那边，锅具很难，真的很难，除非是我有看到这个做法这个我同事跟我讲了，他说他跟他妈女生然后哇贤惠真的是，他说他跟他妈妈问，然后他妈妈教他怎么用，然后教他怎么买菜，他买菜就是去全联然后开视讯，他妈妈教他挑这样，好就弄，然后他去做了一锅那个炖肉，一大锅炖肉，没多大锅，他自己一个人要吃而已，做了一大锅炖肉跟那个咖喱就这样然后就肉炖去滚，然后滚好以后就要吃多少舀多少，然后剩下的把它封起来，然后拿去冰，就这样。
它就有那个主菜可以吃，就有那个炖肉可以吃，就这样啊。我看起来这个东西也蛮理想。然后你说这个会造成什么多大的油烟或什么也还好吧？你是用炖的，你不是什么大火快炒、煎炸什么有没的，你都没弄，你就是炖肉而已，还好哦。就这样。然后我那个朋友哦，反正像我去我朋友家，他们厨房放什么？放一大堆泡面哦，真的是泡面哦，带碗的那种哦，不带碗的都有。就跟我说就没空的时候或晚上很晚懒得出去叫外送又贵嘛，就泡面煮一煮，就顶多加颗蛋，就这样这个是厨房的用法你说这个会有什么大油烟也还好了这个才是我说的中产阶级房贷一族的真正的生活样貌。扯远了总之我要表达的事情是，其实你想知道某一种装潢会不会雷，你就去看说这个东西到底有没有广泛流行，就是这样如果一个东西你也觉得好，可是它没有广泛流行，那就是有问题那就是有坑。你去看广泛流行的，就是经历过市场实际需求考验下来的东西。例如说我刚刚讲的开放式厨房就很多家庭都在用就是这样你说它有多雷，也没有多雷还好。所以你用这个角度去思考应该可以协助你去做很多装潢上的避雷啦跟解决你自己居住上的问题。对这几件事情先讲，不然怕忘记。就现在不是房地产吹冷风嘛这已经是事实了。那我自己的观察是这样跟你分享一下。先说台北台北市、新北市。那台北目前依然持续在成交那成交的行情没有特别的高，也没有特别的低，就行情这样。只是说现在的买方分布已经变成说 50% 是自住换屋那 50% 是财富传承，投资客几乎都离开台北了。那我想这个也不赖嘛，就没有投资客在那边恶性炒作那前面讲到那个 50% 自住换屋，自住换屋很重要的考量就是小朋友的学区所以蛋黄依然非常坚挺那 50% 的财富传承那财富传承讲的就是就天龙人嘛有钱的天龙人。那通常都是怎样？长辈就是看生几个小孩，然后每个小孩一人帮他们买一间这样要给小孩的这种属性。所以他那个也没有要投资，也没有要炒作啦，就是保值就好财富传承那你有钱，你要放在全台湾最顶尖的房地产市场来自住换屋或是财富传承都可以只是说现在成交在4500万以上已经是目前的常态我居然还有观众去买超过1亿的大安区房子，然后他们说我台北前辈的团队服务是非常的顶级他们的家族很满意这样对，所以你要看那些财富传承用的房子或者好学区的房子你就加我前辈的 LINE小老鼠拜台北，小老鼠买台北这样加了，你就看到他的大头贴那个是助理在顾的那他们会不定期的 po 这些房子给你参考。 OK 那讲完台北，讲高雄高雄的情况是也一样，市场降温那之前的乱买乱出价族群就不见了。我认为这样很好，因为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专心瞄准重大建设，就比较不会有那外行乱出高价的乱，你知道。那自从我拍了会员影片我会员影片不是都会拍重大建设嘛？那陆陆续续我拍了高雄的重大建设有，楠梓台积电到凹子底3大开发案、富邦凹子底 BOT 案，到71期4地重划、新高雄火车站，到亚洲新湾区你们观众很奇怪我拍一个重大建设，你们就跟着买一个重大建设附近。高雄我是很有信心没想到说这个观众好像比我还有信心买的比我还贵，买的比我还多真是蛮夸张那看好高雄，你瞄准重大建设，就找我推荐的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那在高雄你要卖还是要买那你就给他们一条龙就好了，就跟我一样，我过去10几年都是他们处理的，这是真的那我付的中介费这样子加起来早就超过7位数。那你看我还是愿意推荐他们就是真的很没问题嘛很专业，很 OK。 他们的 LINE 是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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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小老鼠5个 go那他们有答应我说会 po 在这支 LINE 的房子是都会挑过就是专门给买房阿元的观众。那这些房子都怎样，都适合自产，也都在重大建设旁边，你可以加那个 LINE 来看看高雄没有台北那么贵祝你自产顺利，来高雄玩得开心，赞赞。
讲八卦哦，讲八卦，我还是对干湿分离上榜10大居家后悔装潢，但是非常的疑惑。这现在是标配了，多少老公寓哦，或是老透天或老大楼，就是因为没有干湿分离，所以人家就是特别花钱要重做厕所，重做厕所就是要把它做成干湿分离，多的是啊，对不对？结果他居然上榜10大最后悔，那就很奇怪。你干湿分离你要怎么后悔？所以你要全湿哦，全湿对你来说比较刺激，是不是？还是什么？你就不太懂。然后干湿分离，我刚刚有提到玻璃的水垢嘛，哦，然后跟那个什么吸力控嘛，我跟你讲一个我的方式哦，我有一间现在正在这样子处理，然后我相信处理起来会是不错的样子。虽然你听起来说啊妈，投资客要不然省成本，要搞什么？可是我认为是这样哦，就是你知道那个卫浴的五金其实很贵，你那个玻璃门啊，特殊尺寸或什么的，那也不是玻璃啊，哦，那摔下去不会整个就脆狗狗，它会都粘在一起这样。就麻烦啊，然后还有洗衣控啊，然后还要处理漏水什么问题哦没的，然后水垢，我们换一种方式来处理，就是你浴室做好，不管你是有止水墩的哦，还是你是降板的浴室都可以哦，你就做，然后怎么样哦？然后就是说我们不要放那个玻璃门了，哦，我们直接放浴帘，真的是浴帘，就是一根杆子浴帘，说啊这个就省成本，你在那边搞嘛哦。可是我现在看一看。我有看到浴帘的优点哦。首先第一个，它水垢不明显，对不对？就浴帘还有什么水垢？有你也看不见哦，就这样。第一，水垢不明显啊，基本上浴帘没什么人打扫，特别去清洗不会啊，水冲一冲大概就是这样了。然后浴帘它有一个优势，就是它花样很多，很好看，而且很便宜，你换掉不心疼。像 IKEA 就很多，所以怎么样？浴帘这种东西啊，你可以做到是想换就换，想换就换。啊，你看这个花色看不爽，好，然后下次去那个 IKEA 逛的时候，你就给它换一换。3房2厅2000，你2000就给它换不一样的浴帘，啊，你心情就美丽了，哦，就这样，又不会有水垢问题，也不用去搞那些洗力控什么什么事情，还不错啊。那当然有一些还会溅到外面去，溅到外面去还好，防水要做都是整间厕所在做，不会说只做湿区不做干区，不会这样子，就这样啊。浴帘大法还不错，因为那些浴帘好看起来真的是很好看。你要拉起来很文青，很像那个文青民宿才会出现的东西，就真的很好看。你用玻璃门或者是什么的，你反而就丧失了那个好看，又很贵。然后 IKEA 浴帘，我看我买才600吧，啊，这不是脏了坏了不喜欢了想换就换了吗？对啊，换一个浴帘，它面积那么大哦，你把它拉开，那个换一个心情，没有不好啊，真的是没有不好，有什么不好？然后你就用完哦，你给它拉旁边啊，或是你就用完人出来以后再把它拉，让它慢慢滴水。不是很好吗？你门一打开，你看到整面那个漂漂亮亮的浴帘哦，你自己喜欢的图案哦。如果你喜欢，我猜那个变形金刚的浴帘，你要买你都买得到。对啊，就很不错啊哦。它面积又大，然后施工这是什么工？它就是这个杆子哦，就让它转一转哦，转紧把它挂上去，大概就是这样啊。浴帘真的是不错，我有个地方有用哦。我对浴帘整体来说我是满意的啦，只要你的那个淋浴区哦没有太小，比方说不到85公分哦。你稍微宽大一点的话，你用浴帘都不会有什么太严重的问题，真的还好啊。浴帘大法弄起来哦，可以很漂亮哦，可以很文青。如果你怕粗暴的话，你就是全部都选那个细长格子的、黑白格子的，那个看起来就很文青了哦，真的是这样。然后浴帘使用上不要太窄，其实用起来一点问题都没有。对啊，我认为一个卫浴还是要想办法处理成干湿分离才行。不要一个洗澡，除非没办法，硬体条件上就没办法，不然你洗个澡，马桶什么都湿了，蛮麻烦的。而且现在生活品质有提升，你不是都会装免治马桶，那个都有电线呢，啊，所以呢，你全湿的状况下，那个电线，你知道坐下去被电屁股，我跟你讲，所以干湿分离不应该上榜。然后再是干湿分离我推荐使用这个浴帘大法。如果你是隔套收租的房东，你用这个方式就是给他装浴帘。装浴帘，你没有止水墩，止水墩很便宜的东西，什么一根250块，还好了，真的是还好。你用浴帘那整个就会形成一个伪干湿分离。我个人觉得浴帘是好东西是好看，可是在台湾没有流行开来，而且流行用那个玻璃，有什么水垢，然后这个水垢又洗力控又发霉又什么东搞西搞，你用浴帘完全不需要再去处理这些有的没的奇怪的事情。浴帘用着用着就习惯了，如果你用浴帘你用不习惯，那我跟你讲，那是你的浴帘不够漂亮，你知道你就选一个你看了心情自己都很好的浴帘，没什么问题啦。IKEA 就很多，然后浴帘这个东西无所谓啊，你要去那个淘宝买哇，那花色才多嘞，又好看啊又高级那种浴帘通通都有。
很不错啊，很理想啊，我觉得很棒啊，参考看看。你最近在找室内装潢公司吗？我查到一个有趣的资料，讲给你听，就是说民众啊在找室内设计公司最讨厌遇到的几个状况。来，第一个，设计师承包商收款后跑路，对吗？这确实很糟糕，因为这等于是装潢蟑螂，这就要打诉讼了。可是房子还是拆在那边，很讨厌这样。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因为他几千万的门市，在家装潢都是老板自己买自己装的，有那个财务的实力。那现场也有直接可以挑瓷砖、挑板材的地方，大门市找得到人，跑不掉。那真的做爆了的话，也兜得了底，都还赔得起。第二点是施工不良，日后漏水，我都施工了还漏水，这样，这也确实很麻烦，因为都住进去了嘛。那到时候为了要修漏水，可能还影响到邻居搞得家里又要变工地。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至少豪宅案子也是敢委托他们去做。那第三点是恶意追加费用，预算严重超支，这个也是很糟糕，就是通常是发生在那种跑单帮的设计师就他是先低价报价，然后把案子接进来，然后后面再一直加，反正我都拆下去了，那你不加也不行，就会感觉像被绑架一样。这个我观众也反映过非常多这种情况。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因为他们就做10几年了那这个案例上跟那个施工上跟他的售后去看他的 Google 评论评价就知道了。你刚刚看到的画面全部都是他们家以前施工做过的案例照片。接下来我都放完工后的照片给你看。先说结论台北市、新北市地区的朋友，反正就是蘆洲，他们店在蘆洲，蘆洲开车30-40分钟之内可以到的地区。那家里要装修或者自产的要装修，就找这一家室内装修公司先问问看。汉一室内装修，因为我有认识老板，那又加上很多双北的朋友在请我推荐室内设计公司。双北什么老屋翻新啊、隔套啊、老公寓啊、预售屋、交屋要整理要收租的，我就推荐这一家汉一室内装修。汉一陈老板案件经验非常丰富，他给我历年来的施工照片，案场超过100场照片超过27000多张，我都不知道怎么挑那加这个 LINE 可以跟助理先描述你的需求，甚至直接传屋况的照片，初步谈一谈之后应该就会去丈量了室内设计是这样就你找谁不是找，就是找而已嘛，就是怕被骗怕被敲而已嘛那我推荐我信任汉一陈老板。那你的房子要装潢那就找汉一室内装修，先加他们先去问一下。双北装潢就找汉一室内装修，买房阿元推荐，总是比在外面乱找还要安全一点。现在就加 LINE 的 ID 是小老鼠HANYI 汉一。